有一个地方，一起哭，一起笑，一起闯，找到信任加上陪伴。沿途也许会有挫折，有失落，有迷茫。假使无论走多远，心里都能够取暖。廖太太，我跟你介绍，这位是 Mr. One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这屋子哦，比我想象中的旧了，啊，就算是买了，我看要花一笔钱来装修了。虽然旧了一点，不过材料都非常的实在。你如果不想花这么多钱的话，可以重新粉刷，那整间房子就会焕然一新了。楼下的格局是很不错了啊，不知道楼上是怎么样的了。我可以带他上楼看看吗？可以呀。Mr. One，我带你上去。啊，好。发生什么事？廖太太，房间有鬼！房间有鬼！哎呦，房间哪里有鬼？啊，真的啦！我穿门缝哦，看到里面有东西哦，在里面走来走去啦。一定是你看错啦，没有这种事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。真的有，我还听到很恐怖的声音。对了，哦，也有听到啦。什么恐怖的声音？你们不要乱讲呢。廖太太啊，是不是有什么古怪的东西，所以你才会把房间锁起来，不让我们进去？肯定有鬼啦！啊，这屋子哦，我看连鬼都不敢买啦。房间里面真的没有鬼啦。啊，那你就打开门证明给我们看，证明里面没有问题啊。廖太太啊，房子是要住一辈子的，没有人会花这么多钱买一间有问题的房子。你如果不老实告诉我，我真的很难帮你。啊，是啦，啊，有什么问题哦，你要说出来啊，说出来了才能够解决呀。啊，你不说的话，那我不买了。哦，等一下，房间里人不是鬼啦，是我儿子啦。你儿子？那你为什么不要早一点告诉我啊？我的儿子，在很多人的眼里看起来很不正常。他躲在房间里面已经10多年了。你是说他10多年都没有离开过房间？伯文以前不是这样的，小的时候读书成绩很好，拿了奖学金，还去澳大利亚读大学。刚去的时候还不错了。有一次学校来的消息，说他要自杀耶。我就问他的同学，他同学说是被学校的同学欺负，他被霸凌。我也不知道具体的情况。不过从那之后，伯文就变了另外一个人了，坚持退学，我只好接他回家咯。他回来之后，什么都不做，话也不说，宁愿饿死也不出门，一天3餐要我送到房间。现在他快40岁了，我只有伯文这个孩子。没想到他会变成这样。有请心理医生来辅导他吗？怎么可能没有？伯文的防备心很重，根本都不信任任何人，也不喜欢沟通。我请了很多医生、社工，都没办法劝伯文出房间呐。都是那些霸凌者的错，他们真的太可恶了。现在追究这些有什么用？
我想要顾好我的孩子。孩子有说，最惨的就是我们这些当父母的了。我老了啦，没办法上下楼准备三餐，就想到卖大的房子买间小的，方便照顾他咯。等我死了以后，卖房子的钱就给他慢慢用。唉，真的是天下父母心呐。廖太太，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唉，原来廖太太的家不是闹鬼，躲在他房间里面的是他的儿子啦。干嘛啦你？手抽筋哦。原来是他儿子啊！我差一点被他吓死了。他儿子在澳大利亚留学的时候被霸凌，回来后就自我封闭，一直躲在房间里。那他知不知道欺负他儿子的人是谁啊？不知道，他问他儿子，可是他不肯说。去问儿子的同学，也问不出一个答案。这廖太太真可怜呐，一把年纪了，还要照顾这样的一个儿子，我看了都替他觉得心酸了。可是如果不是遇到巨大的伤害，没有人想要过这样的生活啊！唉，这10多年，他们两母子真的过得很惨，都是那些霸凌者害的。我觉得法律应该制裁他们，把他们关起来，让他们永远都不能够再出来害人。可能他们只是一时冲动，没想到后果会那么严重。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人整天帮他们找借口，他们才会觉得自己没问题，悲剧才会一直发生。可是每个人都有做错事的时候，难道做错一件事就永远不能被原谅了？难道可以说原谅就原谅吗？你没有被霸凌过，你不知道被霸凌的感受是怎么样的。我读保利的时候，我每天都战战兢兢的，我真的很无助。我每天很累，可是我都不敢睡觉，因为我一闭上眼睛，我就会想到那些霸凌者在欺负我。可是有时候，我多么希望我可以睡觉，就永远起不来，因为我起来后又得上学，又得面对那些可恶的人。原来你有这样的经历啊，难怪一提到霸凌就这么激动啊。事情被揭发后，还好有我爸，还有老师，一直鼓励我，给我力量，我才有办法走出来。如果没有他们的话，我可能现在比伯恩还要惨。所以，每一个霸凌者都必须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。每一个霸凌者都必须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。哇哦 ，Vincent， 好久不见。哎 ，Andy， 你房地产生意真的是越做越大哦，这么难约的。别这么说啦，我最近呢的确有点忙，我卖房子很辛苦的，哪像你呢，手指动一动，钱就会进来了。我还以为你忙得没空理我这个小股票经纪。怎么会呢？在股票界，有谁不认识你鼎鼎大名的 Vincent Ang？ 我来给你介绍，这位是人品，我的股票内幕消息就是他给我的。你好，哎，你别乱说话，我给的是意见，不是什么内幕消息啊。好，那最近有什么意见呢？帮一帮这位年轻人。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朋友有需要，我一定会帮忙的。刚才 Vincent 给的那几只股票，你跟着买就对了。怎么，
你怕他给的消息不够准？不是啦，只是之前我投资过虚拟银币亏钱，所以现在有点阴影。有时候啊是要搏一搏的，单靠努力是不够，要懂得把握机会，才能更上一层楼。那你觉得我应该买多少？想多赚一点，本钱当然是要多一点。不过你第一次买，还是不要买太多，买一点试试看。啊。有时候啊是要搏一搏的，单靠努力是不够，要懂得把握机会，才能更上一层楼。哦，这里的食物哈太好吃了啊！怎么没有带我来这边吃过啊？我们也很久没有来了。是最近看到报道说餐厅老板呢要退休，想要找人接手，可是呢又找不到，所以要结束营业咯。所以今天特别来这边回味的。这么好吃哈，应该经常来吃啦。可是他对这里有阴影啊。7岁的时候生日 party 是在这里办的。哦，在这里不好吗？我同学举办生日会都是在快餐店举办的，只有我在这种，懂我的感受吗？啊，快餐店的食物吼，哪里有这里好吃啦？你吃看看，1个月20天都吃这种东西，再怎么好吃，有没有感觉了吗？那时候我们住在这里附近，有段时间我工作很忙，就跟餐厅老板商量，让他每天午餐、晚餐来这里吃，月尾再跟他结账。那时候啊，我真的是吃得很腻很怕的。不过隔了这么久哦，现在觉得真的是蛮好吃的。没想到这间老餐厅突然间要关门，太可惜了。所以我说嘛，做人哦就要珍惜当下啦。啊，想吃就吃，想玩就玩，想说就说，想做就做啦。你说的啊，想做就做啊，想吃就吃。哦，这是你说的嘞，想吃就吃的。好，不要争，我再叫一盘。还是妈咪最了解我。经过了这么多事，我才知道，妈咪是全世界对我最好的人。啊，这种话哦，你和我说干嘛啦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想做就做，想说就说，亲口哦跟你妈咪说了。谢谢啊。廖太太，我帮你吧。哦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哦，明星的朋友，那天帮我整理房子的是吗？是啊，你还记得啊？我叫 Number One。哦，对呀，Number One，Number One。你是不是要回家？是啊。哦，我刚好要去你家附近办点事，我送你回家。你要送我回家，那就谢谢你喽。哎，我来，慢慢走啊。廖太太，你的脚怎么了？要不要休息一下？没关系啦，老毛病，骨质疏松症，膝盖也有问题。那有看医生吗？有啊，医生说，如果要动手术，要几万块钱呢。唉，不如我把手术费留下来给我儿子。哦，对呀，明星有没有帮我找买家？买家如果嫌我物价太高，我还可以减一点点。为什么那么急着卖你房子啊？我身体有问题，想尽快把屋子卖掉，帮我儿子准备一切。如果我有什么事，
他才有钱过生活嘛。廖太太，那我先走了。天气那么热，留下来喝杯茶才走了。不用了，我还有事要忙。那就谢谢你了，No. 1。谢谢啊，拜拜。拜拜。Cheers， 我都说了 ，Vincent 给的消息呢是很准的。哇，他真的很厉害哎！我在短短2天内就赚到了1万美金，早知道我就多买一点，这样的话，我应该很快就可以抽到买房子的首期了。他跟我说了，最近的科技股呢波动得很厉害，是入场的好时机，你要好好的把握机会。毕竟那栋洋房我不能 hold 太久，如果你不买的话，我必须要放手让 Xavier 去卖了。好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来，我先预祝你成功。Cheers。谁呀？走开！谁呀？我是你老爸，几时要还钱？还想跑啊？我给我一点时间。给你一点时间是吗？哎，来，给他一点时间。哎呀！我给。OK 啊。老板。哼，没钱还债，有钱喝酒啊！如果明天还没钱还，就不是打你几下那么简单，最好找人帮你收尸啊！哎，好，不要看！啊！哇，布置的还不错啊！哎，你确定你妈咪喜欢吗啦？她是我的妈咪哎，我肯定比你更清楚她喜欢什么。OK。不过那天你说的对，想要做什么就去做，想要说什么就去说。所以我今天要鼓起我的勇气，跟我妈咪告白。等一下你不要抢我风头哦。知道啦。喂，宝贝。喂，妈咪，你快要到了吗？我刚下班，马上过来。难得宝贝约我，我今天呢为你穿得漂漂亮亮的。OK， 好，你慢慢来，我们不急 ，OK？ 我在这里等你。OK， 拜拜。慧玲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求求你帮我最后一次，我求你。哇，等一下哈，把这个哈送给你妈咪啦。这是我妈咪最喜欢的零食哎，本来是我自己要送的，现在哈让给你，借花献佛啦。哇，你真的了解我妈咪耶。那当然啦。你明知道大耳窿的钱不能借，你干嘛要去跟他们借呢？我那时候真的没有时间去想那么多了，而且我真的是走投无路。我求你，慧玲，我求你帮我最后一次，就最后一次。我答应你，我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再做那些犯法的事了。还有钟毅，我不会再伤害他。他想见我就见，他不想见我就不见。我一定会尊重他的。钟毅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他心里还是有你的。最近发生那么多事情，你总要给他一点时间慢慢消化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们去银行提钱，走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
怎么了？到底怎么了？车轮可能爆胎了，我下去看看。啊？妈咪，餐厅附近发生车祸，有点堵车，你小心点，安全第一。到底怎么了？轮胎坏了，我等人来修理。今天去不了银行，我过2天拿钱给你。不行，今天一定要拿到钱，一定要拿到钱，我不能等了。哦，我知道，你反悔了，你不想借我钱了是吗？不是，我今天真的去不了银行啊。那你现在身上有多少钱？哎，你先拿给我，我你想怎样拿到钱？你在抢我的钱，你这样是在抢啊！我改天再跟你解释。你不要这样，你放手！手镯，那你把手镯脱下来给我啊！这是宝贝给我的，不可以给你。不行，主意应该送给我，不是送给你的。我真是他亲生妈妈。你放手！拿给我，脱下来，脱下来！